所以沉香离家出走，其实是为了救被压在山下的三圣母。有些人离家出走是行孝道，而有些人出走大半年了，一声不吭，仇煞家里人。小阿离，你以后长大了可不能学这花样。凤九姐姐离家出走回来啦！乖，听你小舅舅讲故事呢。都是些话本上的事了，我倒想听听新鲜的。你可同我讲讲。阿离最喜欢听新鲜故事了。凤九姐姐，你掉到梵音谷的事儿，小阿离，你先去一旁玩会儿，我有正事同你姐姐谈。阿离嘴巴可紧了。阿离听到三爷爷说凤九姐姐和帝君哥哥亲亲的事都没说出去。小叔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没有回青丘啊？我在等你啊，不把你带回去，青丘的大事怎么交代啊？等我做什么呀？反正我也经常出去溜达，在青丘也不算什么大事啊。你这样，折颜上神肯定要恼我喽。看来你是忘了最近你身上担着什么大事了？什么大事啊？看来果然忘了。那我提醒你一下，你的冰藏之礼就在15日之后。对了，我真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小叔，你就当今天没见过我吧，我等15日之后再回来好了。原本我是可以变成你的模样替了你，不过既然你回来了，可别再偷懒了。还有15日，每日少睡2-3个时辰，也尽够准备了。可是我一日也才睡4个时辰。怪可怜的。不过年轻人嘛，每天睡1-2个时辰也不碍事，还没到你熬通宵的时候呢，你就知足吧。知道了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虽然我们青丘的礼仪不如九重天繁重，不过这大体上的礼仪总得有。好，事情就是这样了。本来我想去跟姑姑求个饶的，却没想到距离冰藏之礼还剩下15日，可是我的剑匣还没做好。照着这个进度图，如无意外，剑匣会在15日内做好。走。是。帝君，如何？是。帝君，如何？
帝君，这次这个位置还不错。帝君，外头凉风正义，凤九殿下的书桌可能太偏，吹不到凉风。待臣将凤九殿下的书桌也挪挪吧。挪挪也好。是。我记得年前也是和你在太晨宫下棋喝茶，曾对你有一劝，说有朝一日你若是想通了，娶一位帝后，知鹤倒是不错。但现在看来，知鹤配你确实勉强了些。我这个义妹心底原本单纯，我又受恩于她的父母，不免事事照拂。可能是我太过照顾于她，以至于她太过骄纵。所以你把她送去了西海水君那里，再磨一磨她的性子。西海水君为人正直，倒是一个不错的老师。若是知鹤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二，想必一定会有所长进。你也算是为他步步操心了。不过你等了这么多年，等来凤九，也算是没虚等。果真只有他能承得起你的帝后之位。你今日喝醉了酒，竟难得听你说几句好话。酒倒是没喝，只是从程昱那里听说了一桩事。哦。程昱当初问凤九，问他做剑侠一事为何不找你代劳，他却回答说，凡事要靠他自己，不想靠着你徒长成一废物。当时我只是觉得，这只是他的一番场面话，小姑娘嘛，总是希望有人宠着捧着，但你未曾帮他，他却真的没有什么。那番话，竟然是认真的。小白他一向很懂事。帝君，三殿下，何事？比翼鸟族、夜宵族人都已安排妥当，今日重林已亲自问过。你这一日一问，也过于慎重了些吧？只是，天宫毕竟人多嘴杂，仙娥仙童之间难免传话，只怕这件事情早晚会让凤九殿下察觉。无妨，他现在忙于冰藏之礼，没时间分心。待礼完，我便带他去碧海苍陵，大婚前再回来。你也过于太呵护他了。他才多大，应该好好让他享受一番新婚的喜悦。
糕点吃不吃？不吃。有粥喝不喝？不喝。喝呀。好。什么时候带我去青丘见你父母啊？待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。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帝君不会生气吧？累了？累了那就睡会儿。我不累，你靠着便是。你先暂且委屈几日，等我说服我家姥姥和我爹爹之后，我就带你回青丘。行吧。距离冰藏之礼还剩下不到2日了，这桩大事终于要有一个了结了。我记得苗样的活你早就做好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画什么？原来画了座房子。怎么不说话？剑匣已经完成了，我一时睡不着，所以就描个图来看看。其实姑姑留在青丘的狐狸洞，我住不习惯，我早就想在外面的竹林盖一个小竹楼了。而且这个图以前描过，只是没有你跟小狐狸崽子的卧间，所以我想要重新描一遍，让米谷给我盖一栋。虽然你1年之中在青丘可能只有半年留宿，可是我觉得这间是给我的。我倒是挺闲，太晨宫和青丘都没有太大所谓，可以一直常住在青丘。但我以为我是宿在你房中，为何又给我另置了一间？这就是我考虑的周到之处了。万一我们吵架了，那你要住哪儿啊？没有卧间，难道你要睡书房啊？我觉得我再如何惹你生气，你也不该将我赶出去。先不聊这些了，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。
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想一想，到底要给狐狸仔留几个房间备着。你觉得留几间好？留几间就是生几个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那留1间就够了。可是我想要留2间，因为狐狸仔要有2只才热闹的。可是呢，我又在想，如果说他们2个人玩得亲，就不亲我这个娘了，到时候不同我玩，我该怎么办？那就生2个。这张图你也不用动了，把我的那间给他们，就这么定了。可是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睡觉，哪里来的小狐狸崽子？可是我的剑匣你看了吗？我做得好吗？看到了，做得非常好。你得去补一补觉了。好了这么多天了，你不累吗？可是，来人还真不少啊。青丘作礼，历来不张请帖。八荒仙者，有意且有空的，来者便是客；无意或没空的，也不勉强。说得好，这就是青丘的做派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什么样的规格，什么样的场合，天上地下排得上号的神仙们，会来哪几位？还是估摸得出的。帝君，请坐。上神，帝君一向不爱凑热闹，今日怎会来参加小九的冰藏之礼？这个嘛，日后自会分享。这冰藏之礼可有什么讲究？今日啊，凤九殿下将提着刚铸成的何须剑，穿过此阵法，过得了才能踏上百级草阶，藏剑于圣峰中。若是过不了，就得重新占卜，待100年之后再行一场冰藏之礼。此阵法何人所设？这阵法是在冰藏之礼开创之初，由白纸帝君亲自种下的法术。待礼台开启之时，法术亦自动开启，合成难以预料的法阵。既是白纸帝君亲自所设，想必不比等闲。这桩礼之所以盛大，是因为他对新君的严苛。若是输了，在这之前100年间铸剑的心力全毁不爽，还丢人。以小白要强的性子，难怪他要连夜通宵了。你算是有眼福的，能亲眼见得凤九的冰藏之礼。他们青丘着盛装行重礼的机会很少，一生中最重的一场礼，也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前些日子，叶华那小子同我喝酒，言语中十分遗憾，未能亲眼见得白浅上身的冰藏之礼。他只能从典籍中的字里行间去想象他当年的模样。你说，小白他刚出生时是什么样子？你这话可千万不能让叶华听到，保不准他以为你在气他。同是青丘的女婿，他可比你早先行事，经验丰富，小心他给你使绊子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你说这个，小白给我做的零嘴，怕日头晒化了，拿琉璃盒子封着。
人家今日要在八荒成千上万的仙者面前尽大礼，你竟然令别人给你做零嘴，你是否无耻了些啊？你可不要冤枉我。我第2次见小白的时候，他就将花盆往我头上踢，还能镇定自若地嫁祸给尼姑。区一个小镇长罢了，你以为他那么容易紧张吗？按照位分，凤九的爷爷也坐在你的下手，他竟然有胆量敢拿下你，这种场合，果然他无需紧张。你既已准备妥当，以你的功力，应付冰藏里的几个阵法，应不在话下。怎得如此紧张啊？小叔，我不是紧张这个，爹他来了吗？你这可不是废话吗？今日由你爹替你主持冰藏礼，他能不来吗？那娘呢？其他叔叔呢？你的大事当然都来了，该来的来了，不该来的也来了。不该来的谁啊？东华帝君啊。他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怎么，你不知道他要来吗？小叔，有件事情我需要同你讲一下。何事？一会儿冰藏典礼结束之后，我想带个人去见一见我爹，你可以陪我去吗？莫说这么多了，等冰藏之礼结束之后再说吧。时辰已到，请各位仙者静心观礼。冰藏之礼，现在开始。
就这么打着慢慢拖时辰，肯定是无法破阵的。爷爷施下这个阵法，虽每一回生出的法阵都不尽相同，但结阵的先者始终是10人。这么说的话，那多出来的众人之影，只可能是幻影。这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跟自己心仪的人眉来眼去，这种勾当我竟没干过，真是枉担一个情圣的名号啊！终于可以好好显摆显摆这几日辛苦做的剑侠了。情以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少君大德，承此玄兵，情以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是一个诸神共享的盛宴呢。不过依在下看来，凤九殿下这次的冰藏礼好像少了一个步骤。聂初隐此时出现在这里，说这么一番话，摆明是来踢馆的，不知道青丘如何应对。本君听闻，魔族一贯潇洒，不拘礼法，却不想玄之魔君倒是重礼得很。今日我们青丘在自家地盘上行一个古礼，还累玄之魔君大驾前来提点一二，真是惭愧惭愧。白衣上神，此言就诧异了。提点2个字，真的是折煞本君了。不过在下有幸在洪荒时代看过2场冰藏礼，甚为向往。我记得当时试剑之后皆为比剑，为何现在轮到凤九殿下试剑之后变为藏剑了呢？怎么回事？我听闻青丘的冰藏之礼确实有比剑这一环节，同辈的仙者们皆可挑战新君，输了倒无妨，赢了可以得新君一个许诺。那为何近来的冰藏之礼却取消了这个环节？我听闻白纸帝君之所以定下这个环节，是为了激励白家的子孙自小修习，在同辈之中拔得头筹。可后来轮到了白浅女君时，帝后可怜她是个女儿身，就天天跑到白纸帝君面前去哭。
白纸帝君后来也生出了一丝恻隐之心，就将冰藏之礼中比剑这一环节自动取消了，且默认今后青丘若再出女君，也可自动取消比剑这一环节。既是如此，聂初吟今日前来比剑，岂不坏了规矩？可惜就是这事儿并没有载入青丘的礼册，也做不得数啊。他今日前来，还能捞上一把，于情于理你还说不了他什么。既然青丘的冰藏礼法则未变，就该有一场比试。一直听闻凤九殿下剑术出神入化，在下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即便该有一场比剑，魔君与小女也当不得同辈二字，又何谈切磋？还请魔君自重。白衣上神此言又诧异了。在青丘，凤九属于孙辈，在下也是第3代魔君。那这样看来，我和凤九属于同辈啊。白衣上神，在下最新剑术，诚心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我是魔族的人，但也是输得起的人。难道凤九殿下是神族的人，却是个输不起的人吗？哼，原本是一场你族内的比试，他这么一说，倒成了2族后辈的较量。神魔2族近年虽然修得木林，但终究在根儿上有了嫌隙。小聂魔君这么一挑衅，8荒6合都在看着，这下小九不上也得上。我倒是不明白了，他放着好好的魔君不做，非要来凑这一场热闹，还落下个以强凌弱的名声。父亲，既然魔君执意赐教，也不知何时能够遇上这样的高手。小九愿一试，定会有许多收获。凤九殿下快人快语，如此甚好。请赐教。看来是聂某高看了凤九殿下的剑术。神族之剑不过如此嘛。魔君虽长了我8万岁，约莫大了我3倍，但魔君与我毕竟是同辈人，竟没想到能赢了凤九。凤九真是心服口服。殿下还真是牙尖嘴利。不过这场比试是在下赢了，成王败寇。殿下答应聂某的承诺。等等。魔君啊，这青丘的冰藏之礼比剑这一环，乃是新君夫妇共同进退的一环。虽然你赢了新君凤九殿下，但还未过得了新君王夫那一关。你要拿青丘的承诺，似乎早了些吧？她嫁了。
嫁了谁？莫非……既是三殿下所言，大致没错了。王夫，在下未曾听闻凤九殿下有王夫，但没关系，在下也未必打不过，请上台吧。可以开打了吗？我出去磨了个剑。早知道你会输，不用觉得给我丢了脸。累吗？不累。怎么就输了呢？无妨。你觉得能跟本君过几招？帝君抬举了。这场比试应是同辈人之间的切磋，在下与帝君隔了一个洪荒，并非是同辈人呢。你说同本君不是平辈，本君为什么同你不是平辈？他是本君的帝后，同本君自然是平辈之人。你方才说你与他是同辈之人，那你同本君当然是同辈之人了。听说你最新剑术，真巧，本君也最新剑术，可见你我有缘。开打吧，让你3招。帝君好功力，在下败了。他小小年纪，竟也学会了先斩后奏了。哼，我看是有人教他的吧。你做得很好。你的伤势如何了？不碍事。孽出银圣凤九虽胜之不武，你也不应该意气用事，硬生生劈断了他的剑啊！他会偷用术法，你就不会吗？你这仅凭一成法力进入阿兰惹之梦所受的伤还未痊愈，这又动了多少元气啊？无妨，只要稍加调息便可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等着小白一起走。
你为何这般看着我？你跟凤九的这段情缘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真不动则已，一动就跟天雷勾动地火一般。但凡与他沾上边的，你都是这般半分都不肯相让啊！哪里还有稳坐太晨宫，不离世事几万年的尊神模样？那跟程昱沾上边的，你可曾让过半分？我去找小白了，一会儿还要同他一起去拜见岳家。你这样孤家寡人的，还是快回宫去吧。若是有个意外，恐怕过个几万年都没人发现。许阳，咱们真的有必要像这样几个魔君轮流守着结界吗？你为何如此烦躁？姬恒在九重天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这淼落都几天没动静了，说不定几百年都没有呢，咱们就要干守几百年吗？燕赤乌，你如此毛躁，让我怎么放心把姬恒托付给你？老子才没……你方才说什么？血泪是淼落的元神心血，若要销毁它，莫非你要用你的几滴血和他的那几滴打一架吗？荒谬！血泪不被他炼化，是无法化为元神心血。若我用赤金血攻击，岂不是先要唤醒他的血泪？那便只能用法器了。许阳魔君，若魔族需要，我天族10万将领，大可供你驱使，守结界斩淼落。天下苍生大劫当前，不必在意之前的局域。说起这桩婚事，帝君千万年来见过的女仙不少，何以独独挑中我家凤九做你的帝后啊？我对她一见钟情。帝君这信口胡说的功力真是越来越深厚了。小女平素顽劣，得帝君青睐，真是青丘之福。如今凤九成了东荒的君位，这丫头毕竟年少力浅，还望帝君一切多帮衬。那是自然，不过上神亦不必担心。小白十分能干，大到除妖斗魔，小到除善手艺，都十分出色。除善手艺？小白做的糖醋鱼，滋味甚好，本君十分喜欢。没错，凤九除了糖醋鱼，那油炸兔肉丸、罗汉八珍、小敏兑鲜参，样样都出色。帝君以后若是想吃什么，随便吩咐他便是。好。娘，我又不是厨娘。再说了，这9重天上难道还没有厨子吗？可不知道帝君准备什么时候办婚事啊？这桩事本君一直搁在心上，本该一出谷就来青丘叨扰，但听说青丘择婿十分严格，小白担心本君这个女婿合不上长辈们的眼缘，而终日忐忑，所以本君也不好贸然拜访。合不上什么？小白担心本君这个女婿不符合青丘择婿的条件，既不是3代世家，目前也无法手握重权。只是事到如今，8荒6合都知晓本君是青丘的女婿了，即便合不上眼缘，也只有请青丘将就一下了。帝君言重了。本君亲自占算过，5月初6就是个好日子，不如今日就定下来。5月初6岂不还剩10天了？这么快，我们怎么来得及操持？毕竟是帝君大婚，简单不得呀。无妨，
小白平日素爱热闹，一切都随了青丘的风俗即可。太晨宫管事，仙官重临，行事十分稳妥。太晨宫同青丘一同齐心举办一场婚宴，定错不了。只是成亲的地方，本君虽无父无母，但也想在同生同长的碧海苍陵才好。碧海苍陵，如此圣地，乃是父神赐予帝君成长的地方，怎可被我等去叨扰？怎是叨扰？我同小白最重要的是，也该让八荒的众神在碧海苍陵一同喝一道喜酒，方显郑重。帝君为了凤九，竟然愿意打开碧海苍陵。我今日在这儿会你，实是受了白翼上神的请求。我还以为你是受了白真的托付，也要来训斥我一二。训斥？普天之下，四海八荒，谁敢训斥你呀？我和小白大势已定，你们按辈分，如今都强出我一头。那是。哎，神魔大战的时候，白翼曾在你麾下抗敌。这数十万年来，他听你说的话，都还不如今日你说的多。本来你的一番话，他是不敢置喙的。可凤九是他的心肝宝贝，就这么被你拐走了，他这心下如何能平？你可知道，他是不赞成这桩婚事的。哦，哈，倒不是嫌你俩辈分悬殊，而是凤九实在为你吃过太多苦。凤九当年为你做的那些事，白翼现在已经全部都知道了。身为父亲，他甚感痛心，对你呀是耿耿于怀。他的心情，我可以理解。哦，你理解？嗯。你做过父亲吗？不过如今，小九一心要向着你，你又在冰藏之礼上弄得人尽皆知，白翼自然不便说些什么。所以，他让我来问问你，不知你愿意给凤九一个怎么样的未来？白翼上神需要本君一个承诺，本君了然，本君亦可给。但这个承诺，却不同于寻常儿女的婚约盟誓。不知是个怎么样的承诺？世间之事变数甚多，每每无常。未来如何，本君亦算不出。若他白家想要问本君要一个未来，只怕是一纸空约。我不知能否给小白一个岁月静好、安康美满，但却愿许小白一个自由。自由？对，自由。小白性子活泼，本君愿由他由着自己的心性任意生长，只要本君为他的夫君一日，便不会强迫他做任何事。小白所做的任何决定，皆由他喜欢。我爹同意了。嗯，那你到底是同我爹讲了什么，他才同意的？干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？你到底同我爹讲了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还不说，神神秘秘的，快说！
所以，你到底同我爹讲了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要带你去我的老家碧海苍陵补办婚宴，那里风光宜人，方便你好好调理身子。顺道再多生几只小狐狸。你又骗人！我没有骗你。玩累了吧？玩累了就睡会儿，乖乖睡。好漂亮啊！这里真的好漂亮，比九重天漂亮多了。你为什么不住在这里啊？这里太大，一个人住有些空。以后有我陪着你。你看，来，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但是这么空置着，真的好可惜啊。不如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呢，种一片柚子树，然后再种梨树，然后那边再种一些葡萄。在这里再修一个长廊，再弄一个假山，然后在那边那片空地上种一些你喜欢的佛铃花。好，都依你。那你还想要什么呀？都是给我的，你呢？我呢？我想要在这里修一个小荷塘，然后呢，再安一个小亭子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纳凉看星星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突然反应过来，我竟跟你在聊着未来家里怎么布置，竟一时觉得不是真的。家里？虽然每年回来的时间都很短，但这也是我们的家呀。我可是说错了什么？我喜欢听你说我的家。这当然是我们的家了。虽然现在家里已经很漂亮了，但如若将来我们布置一番的话，会更加的漂亮。到时候我们便邀亲朋好友过来吃茶玩耍。你看如何？你最疼我。我最疼你了。魔君，太晨宫来人了。拜见魔君。不必多礼。可是帝君想到了应对之策。帝君大婚，在碧海苍陵宴请众神，这是帝君给您以及凤九殿下给燕魔君的帖子。碧海苍陵，东华帝君竟然要打开碧海苍陵。魔族最近极不安定，还请帝君大婚之后速赶往魔族。敢问魔君，可是血泪有不妥？
最近有2名镇守禁地结界的魔君失踪了，我怀疑淼洛已经开始有所行动。近日我得帝君请示，利用妙华镜勘察妙义渊，确无异样。妙义渊无事。我送县官来。魔君太客气。魔君可是有话要避人？县官，我族内部定是混入了淼洛的奸细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何时勾结上的，又用何种方式联系，所以还请县官转告帝君，待他大婚之后亲自来一趟。我愿将血泪交给帝君，彻底销毁，以绝后患。魔君深明大义。大敌当前，本该同心协力。还有一件事，魔君请讲。我的妹妹姬恒，现下是否也在九重天？是，姬恒公主跟随梵音谷族人一同安置在九重天。还请县官多加照顾。魔君放心。